很多学中文的人问我，我要不要学习语法呢？感觉语法很重要，我是不是要努力学语法？还有的学生问我，感觉中文有很多句子结构，那我想要说更长的、更复杂的句子，是不是我要学习语法，然后学习怎么用它们呢？今天我用这个视频来回答你们关于语法的问题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你可以打开这个视频的字幕，你可以看中文和英语的字幕一起。你可以用一个 Chrome extension 叫 Language Reactor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不会，那你可以看这个视频的下面的说明。那我要先跟你说一个故事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从小学习英语。中国人一般会从7岁开始学，现在更早，从7岁可能学到20岁，学习10多年，很长时间，对不对？那我呢，在中国有过很多英语老师，他们都有一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都知道很多语法，然后他们教我们很多语法点，所以中国的学生知道很多英语的语法点，比如说什么呢？被动句、时态和 if 条件句很多很多很多。你觉得中国人的英语好吗？如果你去过中国，你知道中国人的英语很烂，对不对？很垃圾。中国人真的不能说英语，也听不懂英语。你现在在学习中文，那你可能知道，如果一个人他的中文不太好，可能一个人去中国旅游会有很多问题，因为中国人听不懂英语，你说什么他们都听不懂，他们也不会用英语跟你说话，所以中国人的英语真的非常差。所以你的语法学得很好，或者你知道很多语法，跟你会说很好的中文，你能听得懂很多，我觉得关系不大，因为有这么多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么多语法，可是他们还是不会说。这么多中国人已经给我们证明了，语法和你的说话和听力的关系不大。那语法就完全没有用了吗？不，语法还是可以帮助得到你。但是语法有多重要呢？还有你可以怎么学习它们呢？那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假说，我相信这个假说可以给你答案。那这个假设呢，是一个很有名的语言学家叫 Stephen Krashen 他的监控假设。那在这个监控假设里他说我们在学习一个语言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时候主要是用我们习得的知识，语法呢是你学习的语法，学习的语法呢只能帮助你去检查你的错误，改正你说的东西。那习得是什么意思呢？习得是你潜意识里学习到的东西，是你看了很多中文，你听了很多中文，你自然的会说会用一些中文，这个是你习得的中文。
而不是你坐在桌子面前看这个语法规则。这个是你的意识在学习语法规则，不是你习得的中文。说到这个，我觉得很对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英语还不错。那我在中国，我小的时候学英语的时候，每次老师讲语法，我就我不听，因为我也听不懂。我觉得让这个语言更难。但是我很喜欢去听很多英语歌、英语的电影，如果是英语的我都喜欢。我喜欢听人用英语说话，然后呢，我说英语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不知道语法，但是我感觉这样说很自然，这样说是对的。然后在 Stephen Krashen 的监控假设里，他说监控不能帮助学习的人说得很流利，但是它只是能用来帮你调整还有修正你的句子。然后他说监控假设呢是不能帮你说一口流利的语言的，它是用来帮你检查你说的东西，还有改你说的东西，把它说成对的。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因为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你说中文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犯错误。比如说如果你经常说我说你一件事情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如果你知道这个语法点，你应该说我对你说 A 对 B 说，那你可以知道这个是对的，这个你可以改掉自己的错误。那以后你在说我说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不，这个不是对的，应该是我对你说。所以这个监控假设告诉我们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如果你想要说更流利的中文，知道更多语法点不太能帮助到你。第二，如果你可以说一些中文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那你不太需要语法。如果你说中文的时候还会犯错误，那知道一些语法点会对你有帮助，它可以帮你修改你的错误。Stephen Krashen 还说了，如果你要使用监控，那需要满足3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是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些语法规则。第二呢，是你要关注形式，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，你不仅仅要想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，你想说什么东西，你还要想那个语法点是什么，我想说的，我想用的那个语法点是怎么样的。所以你要想这2个东西。3，当然你要知道规则，就是你要知道正确的语法规则是什么，你才可以监控你的语言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当你在说中文的时候，如果你需要考虑语法，你需要想我的语法是不是对的，那你是不是一边跟别人说话，一边还要想语法？那你需要时间去想，所以你很难很流利，因为你需要去想语法，这个需要时间。所以你知道语法，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想。如果你要想我要用这个语法点说这件事情，你要想很多。所以其实知道很多语法或者非常关注语法，让你更难变得流利，对不对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因为我有很多学中文的学生，如果水平是初级中级，不是非常高，没有达到中高级，那你越少依赖语法越好。
不是说你不需要知道一点点，不是说你不需要它，是你不需要想太多语法。你在说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想哦，这个是什么语法点，你不需要非常注意它。那我再跟你们说一说我学习西班牙语的故事。那个时候在大学啊，我的天呐，我的老师教我很多语法，很多时态，很多变位啊，我的天，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头好疼。那个时候我觉得西班牙语非常难，首先是它有很多很多规则，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这些规则，但是我还是不会说西班牙语。那个时候我还是听不懂西班牙语，我也不会说，我只是觉得西班牙语好难，我的西班牙语很不好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我可以再重新学一遍西班牙语的话，那我会选择去听更多可理解性输入，听更多我能听懂的西班牙语，找到西班牙语的感觉，听很多，然后用西班牙语跟人说话。那我想这是一个更自然的习得过程。好的，我说了很多，说到这里，你有没有更清楚了呢？你有没有觉得你知道语法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了呢？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的话，那我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放了一些免费的学习资料，你可以开始用它们，我觉得对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指导。最后我要给你总结一下，如果你的水平不是非常高，你是初级或者中级，那你不要过多的依赖语法，因为如果你很依赖语法，可能会让你需要想很多，让你需要很多时间去想，那你说话的时候会更慢，更不流利。那你可以做的呢，就是大量的去听，因为你要习得中文，而不是学习中文。所以你去听很多东西，看很多东西，那你自然的会想说很多东西，然后你说的也是语法上正确的东西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到这里，你还有更多关于中文学习的问题吗？欢迎你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，问我问题，我很想知道我可以帮助到你们什么。OK， 我们下次见。